工地看门老头被 HR 当众羞辱开除。第二天，集团所有超高层项目系统同时锁死，老板翻出档案，吓出一身冷汗。这看门的身份竟不简单，就你看大门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看门的老头没说话，只是慢慢摘下帽子，点了点头，签了字，没有争辩，没有愤怒，转身就走。哼，早该这样，别占着位置碍事。没人注意到他走出大门时，手指轻轻按了一下旧手机的侧键。第二天，集团总部炸了，所有超高层项目的智能系统同时锁死，工地停工，塔吊静止，电梯停运，数据中枢全面瘫痪。技术部疯了一样排查，却连一个入口都找不到。老板冲进机房，冷汗直冒，翻出一份尘封档案。第一页照片上，正是昨天被开除的那个看门老头。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凌晨4点，西郊工地的门岗亮着一盏昏黄的灯，灯下坐着一个老头，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大衣，面前泡着一杯浓得发黑的茶。他叫郑国良，今年59，是天恒地产西郊项目工地的看门人。远处塔吊顶端的警示灯一明一暗，像是困倦的眼睛在硬撑着不肯闭上。一辆混凝土搅拌车轰隆隆地开过来，郑国良放下搪瓷缸子，站起身走到栏杆前。他没急着放行，而是绕着车走了一圈，看了看轮胎，又蹲下去瞄了一眼刹车片的后部。老头，看什么看？赶紧开门，我赶着打灰呢。你这车右后轮胎亏气了，刹车片也磨得差不多了，开到工地里头出事怎么办？你一个看大门的，管什么轮胎刹车？又不是你的车，操什么闲心？郑国良没吭声，转身走回岗亭，拿起桌上的登记本，慢悠悠地写下了车牌号和进场时间，然后才按下了开栏杆的按钮。司机骂骂咧咧地开了进去，临走还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郑国良看着那口唾沫，面无表情地拿起扫帚扫进了簸箕里。天还没亮透，保安队长赵铁军端着2碗豆浆走过来，把其中1碗放在岗亭的窗台上。老郑，吃早饭。郑国良接过豆浆，吹了吹热气，喝了一口。赵铁军掏出烟，递给郑国良一支。郑国良摆摆手，戒了6年了。赵铁军自己点上，抽了一口，烟雾在岗亭里散不开，闷得很。老郑，我听说公司最近要搞什么人员优化，说白了就是裁员。你在公司待了多少年了？6年。6年也不短了，你就不担心？郑国良端着豆浆，眼睛望着远处正在长高的大楼，没有说话。赵铁军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是一栋已经盖到200多米的超高层，叫天喜中心，是天恒地产的招牌项目。我担心的是别的事。赵铁军没听懂，也没再问。工地上100多号人，有人叫他老郑，有人叫他看门老头，还有人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直接喊喂。郑国良从来不计较。晚上11点，工地上的人陆续走了，塔吊停了，搅拌车不来了，整个工地安静得像一座坟墓。郑国良关上大门，回到岗亭，拉上了窗帘。他从军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个 U 盘，插进那台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旧笔记本电脑。屏幕亮了，桌面是一张大楼倒塌的照片，照片已经泛黄，边缘有些模糊。他打开一个没有名字的程序，屏幕上弹出一行行的数据流，那是天恒地产所有在建超高层项目的结构安全监测数据，天喜中心的应力数据，南方国际金融中心的沉降数据，滨江云顶的风震数据，一栋一栋，密密麻麻，实时更新。郑国良一页一页地翻，眼睛盯着那些跳动的数字，像是一个老医生在看病人的心电图。突然，他的手停住了。天喜中心核心筒的数项应力数据，在过去72小时里出现了3次微小的异常波动，波动幅度不大，在安全阈值之内。但郑国良皱起了眉头，他调出了过去3个月的曲线图，一条一条的比对，数据没有问题，系统运行正常，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他拿起桌上的笔，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串数字。那个笔记本已经写了大半本，密密麻麻全是数字和公式，外人根本看不懂。写完最后一个数字，他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眼睛。窗外城市的灯火渐渐熄灭，只有远处的天喜中心还在亮着施工照明灯。那栋楼已经盖到了320米，再过8个月就要封顶。郑国良盯着那栋楼的轮廓，喃喃自语：快了，快了，
6年前，郑国良不是看大门的，他是天恒地产的首席结构工程师，行业内叫得上名号的人物。同济大学结构工程专业毕业，在华东设计院干了20年，主持过3座3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的结构设计。天恒地产的老板孙志邦花了3倍的价钱把他挖过来，给他配了最好的办公室、最贵的车。那时候的郑国良走在公司里，人人喊他郑总工，但这一切在一场会议之后全变了。那是6年前的11月，天喜中心的项目启动会。天晴中心400米，36个月封顶，我要打破国内的超高层建设速度记录。正常来说，一栋400米的超高层从打桩到封顶至少需要60个月，36个月意味着工期压缩了将近1半。郑国良站了起来，孙总，这个工期结构安全没有保障。所有人都转过头看着郑国良，像是看一个不懂事的愣头青。郑总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郑国良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调出了一份计算书。我做了应力推演，如果把工期压缩到36个月，核心筒的应力累积会超过设计极限的15%。这不是安全冗余的问题，这是结构疲劳的问题。超高层建筑的风负载和重力负载是持续作用的，压缩工期意味着混凝土在强度还没有完全达标的情况下要承受下一阶段的负载。短期看不出来问题，但10年、20年之后，裂缝会慢慢出现，到那时候修复的成本是天文数字。孙志邦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坐在孙志邦旁边的是他的儿子孙浩，时任天恒地产常务副总经理，32岁，海归 MBA。郑总工，你知道每天的资金成本是多少吗？15%的安全冗余，换算成钱，是几十个亿的浪费。你一个搞技术的，懂不懂商业？孙副总，我确实不懂商业，但我懂混凝土。混凝土不会因为你们赶工期就长得更快，这是我的专业判断，我有责任说清楚。好了好了，郑总工的意见我们知道了，先散会，这件事在议。郑国良知道在意的意思就是不义了。会后第3天，郑国良被叫到了孙志邦的办公室，孙浩也在。郑总工，天晴中心的方案已经定了，工期就是36个月，我希望你能签字。郑国良看着桌上那份加速施工方案，没有伸手去碰。孙总，我签不了。郑浩工，你知不知道，你不签字，公司有的是人能签。那你们找别人签吧。郑总工，你是公司花重金请来的，我希望你能跟公司一条心。我跟公司一条心，但我的心在安全上，不在工期上。爸，我说了吧，这种老顽固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天之后，郑国良的权限一点一点被收回，项目会议不再通知他参加，他提交的技术方案被无限期搁置，他的邮箱不再收到任何重要的项目文件。接替他工作的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梁志远。梁志远今年42岁，技术底子不差，但性格软，不敢跟领导顶。郑国良被架空的那段时间，梁志远来找过他一次，师徒俩在公司楼下的面馆吃了一碗面，梁志远低着头，筷子在碗里搅了半天，也没吃几口。老师，对不起。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你有你的难处。梁志远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那天之后，梁志远再也没有主动找过郑国良。又过了半个月，一纸调令下来，郑国良调任西郊项目现场督导。所有人都知道，西郊项目就是一片刚打完桩的荒地，所谓的督导不过是被踢出了核心决策层。郑国良收拾办公室的那天，公司里没有人来送他把自己桌上的一盆绿萝搬到窗台上，最后看了一眼那间做了1年多的办公室，关上了门。郑国良到了西郊工地，才发现所谓的现场督导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郑总工，你的办公室在那边。铁皮房子挨着大门，门上贴着3个字：值班室。里面有一张行军床，一把折叠椅，一个搪瓷缸子，墙上挂着出入登记本。郑国良把行李放下，没有抱怨，也没有发火。他先去看了看基坑的支护情况，基坑已经挖到了15米深，支护桩打了3排，锚索也已经张拉完成。
郑国良蹲在基坑边上看了很久，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手电筒，沿着支户庄一个一个的检查。查到第17个庄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这根支户庄的混凝土表面有细微的裂纹，颜色也不太对。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小锤子，轻轻敲了敲。声音不对。他又敲了旁边一根桩，声音明显不一样。这根桩的混凝土强度可能不够。郑国良回到铁皮房子，连夜写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支户庄的异常情况，建议立即进行钻心取样检测。第二天一早，他把报告发到了公司技术部。郑总工，梁总看了您的报告，说会处理的。又过了1周，还是没有动静。郑国良又发了一封邮件，这次抄送了孙浩。老师，你的报告我看了，但是基坑支户的施工方案是经过审批的。你意思施工单位也说混凝土刻上没问题？你的意思是我的判断是错的？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但现在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根支户桩的位置，他在地图上做了标记，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看裂纹有没有扩大。在西郊工地的第1年，郑国良看起来就是在混日子，白天登记车辆、检查出入，晚上一个人待在铁皮房子里，偶尔翻翻报纸。工地上的工人们很快就习惯了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头。有人说他是犯了错误被发配下来的，有人说他跟领导顶嘴被收拾了，还有人说他就是个没本事的关系户，混到退休就完事了。没有人知道他每天晚上都在干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每天晚上都在干的事情。后来救了整栋楼的命。那一年，天喜中心的地基正在施工。郑国良虽然被调走了，但他对那个项目的关注一点都没有减少。他用自己的方式，通过一些还在公司技术部工作的老同事，了解着天喜中心的施工进度。那些老同事大多不愿意多说，但也有个别念旧情的，偶尔会发一些公开的技术资料给他。郑国良把那些资料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存在那台旧笔记本电脑里。他开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自己的算法重新核算天喜中心的结构数据。不是因为他闲得没事干，而是因为他知道，在那个压缩了将近1半的工期里，一定会出问题。果然，天喜中心盖到80米的时候，问题来了。一天深夜，他在核算天喜中心的最新监测数据时，发现了一个异常：核心筒的垂直度偏差比设计允许的极限值大了2毫米。垂直度偏差会随着高度的增加而放大，80米的时候偏2毫米，到400米的时候就可能偏到10毫米以上。更重要的是，不是测量误差，而是施工过程中出了问题。郑国良调出了过去2个月的施工日志，一页一页的翻，他发现偏差开始出现的时间点，恰好跟一次核心筒模板系统的拆模时间吻合。那一次拆模比原计划提前了2天，2天就是因为提前了2天，混凝土的强度还没有完全达到设计要求，模板就拆了。核心筒在自重作用下发生了微小的变形，这个变形被后来的施工一层一层的累积放大，到了80米的时候，终于超过了允许值。郑国良连夜写了一份分析报告，发给了梁志远，同时抄送了公司的安全总监。报告里写得很清楚，核心筒垂直度偏差超标，建议立即停工校正，否则偏差会持续扩大。发完邮件，郑国良靠在椅背上等着天亮。他以为这次公司不会再忽视了，他错了。邮件发出去3天后，郑国良收到了梁志远的回复，只有一句话：实际偏差在允许范围内。郑国良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手指在键盘上旋了半天，最终还是一个字都没有打。他明白了，不是他说的不对，是没有人愿意听。施工方不愿意停工，公司不愿意承认有问题，因为一旦承认，就意味着工期要延误，股东要问责。所有人都在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假装问题不存在。郑国良合上电脑，走到岗亭外面，点了一支烟。那支烟是他戒烟3年之后的第一支。他抽得很慢，一根烟抽了将近10分钟。烟抽完了，他把烟蒂掐灭在脚底下，转身走回了岗亭。他重新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名字叫备档。他把那份报告存了进去，又在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2019年9月17日，核心筒垂直度偏差超标，已报告未处理。他不知道这个文件夹以后会不会用得上，但他知道，如果他不用，以后就没有人能用了。
又过了1年，天喜中心盖到了150米。郑国良已经习惯了在西郊工地的日子，白天看大门，晚上看数据。他像一只蜘蛛一样，在自己的角落里默默地织着一张网。这张网连接着天恒地产所有在建的超高层项目，网上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监测点，应力、沉降、风震、温度、垂直度，每一条数据都从他的那台旧笔记本里流过。他不再给公司发报告了，因为他知道发了也没人看，但他也没有停止记录。每一次数据异常，他都会记录下来，存进那个叫备档的文件夹。到了第3年年底，那个文件夹里已经存了上百条记录，其中有13条是重大安全隐患。写完之后，他把报告存进了 U 盘， U 盘就挂在他那件旧军大衣内侧的口袋里，贴着胸口。有人问他为什么大夏天也穿着军大衣，他说习惯了，没有人知道。那件军大衣里藏着足以让天恒地产天翻地覆的秘密。3年过去了，5年过去了，西郊工地的铁皮房子换成了砖混的岗亭，条件好了一些，但郑国良还是那个样子，沉默寡言，穿着旧军大衣，每天登记车辆，检查出入。工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新来的人不知道这个老头曾经是公司的首席结构工程师，只知道他是看大门的。偶尔有公司总部的同事来工地办事，看到郑国良穿着保安制服坐在岗亭里，会露出一副想不到你也有今天的表情。有一次，几个年轻的设计师来工地验收，其中一个指着郑国良小声跟旁边的人说：看到那个老头没有？当年咱们公司的总工，现在混成这样，所以说技术有个屁用，会来事儿才是本事。几个人笑了起来，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被郑国良听见。郑国良坐在岗亭里，像是没听见一样，低头在登记本上写字。倒是赵铁军听不下去了，从保安宿舍出来，冲着那几个年轻人喊了一句：你们说什么呢？有没有点教养？几个年轻人被吓了一跳，灰溜溜的走了。赵铁军走进岗亭，看着郑国良：老郑，你就让他们这么欺负你？他们说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就是脾气太好了。郑国良没接话，低头继续写字。他不是脾气好，他是知道跟这些人争辩没有任何意义。他的战场不在这里，他的战场在那台旧笔记本电脑里。16年秋天，天恒地产引进了新的资本方鼎晖资本。鼎晖资本投了80个亿，占了20%的股份。钱进来了，要求也来了。鼎晖资本派驻的代表叫方远，38岁，以前在华尔街干过，说话做事都带着一股资本圈的冷血理性。天恒的人效比太低了，行政和技术的人力成本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30%，必须优化。孙志邦点头同意，孙浩举双手赞成。所谓的优化翻译成人话就是裁员。HR 总监周敏是一个45岁的精明女人，最擅长的就是在老板面前表现。她主动揽下了裁员方案的制定工作，在公司的组织架构图上圈圈画画，一个一个的筛选。当她圈到郑国良的名字时，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个人59岁，6年没有实际产出，工资还不低。第一个裁。他把方案报给孙浩，孙浩看都没看就签了字。孙志邦知道这件事，但没有反对。在他眼里，郑国良早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了，一个看大门的，裁了就裁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人想过，如果这个人真的没有价值，他为什么能在这个公司待6年？也没有人问过，这6年来，天恒地产所有的超高层项目，为什么一次重大安全事故都没有出过？在所有人的认知里，安全是天经地义的，系统是本来就稳定的。公司没有出事，是因为运气好，是因为施工方负责任，是因为监管到位，跟那个看大门的老头没有任何关系。裁员通知的那天是一个周五的下午，周敏特意选了这个时间点，因为周五下午大家心思都不在工作上，最适合搞这种突然袭击。他要让全公司都看到，不听老板话的人是什么下场。下午2点半，周敏带着助理，踩着高跟鞋走进了技术部的办公区，他手里拿着一份解约通知书，上面写着郑国良的名字。技术部的员工们抬起头，看到周敏的表情，就知道今天有人要倒霉了。周敏环顾了一圈，目光落在角落里一个空荡荡的工位上，那是郑国良以前的工位，但他已经6年没在这里做过了。郑国良人呢？周敏问。
有人小声说：“他在西郊工地。”周敏皱了皱眉，叫他回来，今天必须把手续办了。1个小时后，郑国良被赵铁军开车送回了公司总部。他走进技术部办公区的时候，身上还穿着那件旧军大衣，跟周围西装革履的同事们格格不入。有人偷笑，有人低头玩手机，有人故意转过身去假装没看见，但所有人的余光都落在了这个老头的身上。郑国良，公司决定跟你解除劳动合同，这是通知，你看一下。像你这种人，公司养你6年，真是浪费钱，天天混日子，也不知道你到底干了点什么。现在好了，公司总算能省一笔开支了。郑国良接过通知，慢慢展开，一页一页的看完。他没有愤怒，没有惊讶，甚至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把通知折好，放进了军大衣的口袋里，然后抬起头看着周敏，语气平静的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周总监，我有一个问题。周敏得意地说：“你说。”公司所有的超高层项目，现在的结构安全系统，你们确定不需要我了吗？郑国良，你是不是搞不清楚状况？那些都有梁总工在负责，你操什么心？郑国良看了一眼坐在不远处的梁志远，梁志远低着头盯着电脑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着，像是在忙很重要的事情，但他的手指敲的按键一个字符都没有打出来。郑国良收回目光，淡淡的说了一句：“好，我知道了。”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了脚步，没有回头。对了，明天你们就知道了。说完，他走出了技术部的大门。周敏站在原地愣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装什么装？一个看大门的，还能翻出什么浪来？”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低低的笑声，没有人注意到梁志远的手在微微发抖，也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那个空荡荡的工位上有一张被遗忘的工牌，上面贴着一张小小的2维码。晚上回到西郊工地，郑国良没有像往常一样泡茶看数据，他坐在岗亭里，从口袋里掏出那份解约通知书，又看了一遍。看完了，他随手扔进了一旁的垃圾桶里。他拍了拍袖子，打开了电脑。屏幕上数据还在跳动，系统还在运行，但他知道这一切明天就会结束了。不是因为系统会坏，而是因为他要让它停下来。郑国良打开了一个他从来没有打开过的程序，那个程序的图标是一个锁，锁的颜色是红色的。他双击图标，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对话框：是否启动终极锁定协议？本操作不可逆，请确认主控身份。郑国良从军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个 U 盘，插进了电脑。U 盘里有一个密钥文件，这个密钥文件是6年前他设计这套系统时就生成的，全世界只有这一个。他把密钥文件拖进了对话框，系统开始验证。几秒钟后，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身份验证通过，陈汉生系统曾用名。主控权限确认，终极锁定协议已启动，生效时间2024年11月18日9点，届时所有核心算法将进入锁定状态，需主控密钥解锁。郑国良看着屏幕上的字，靠在椅背上，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明天是11月18号周一，早上9点，天恒地产所有超高层项目的结构安全系统将同时锁定，没有他的密钥，没有人能解开。这6年，他守住了这些楼的安全。明天他要让这些人知道是谁在守。周六和周日，郑国良过得跟平时没什么两样。白天在岗亭里坐着，登记几辆进城的材料车，跟赵铁军下了2盘象棋。晚上看数据，但他的数据已经不再是实时监测了，因为他在锁定协议里设置了过渡模式，所有监测数据只记录不报警。他像是一个即将下班的工人，在做最后的交接。周日下午，他给一个人打了一个电话。那个人叫老刘，是他在华东设计院时的老同事，后来去了住建部下属的技术研究中心。电话接通了，老刘的声音还是那么爽朗。老郑，稀客啊，你可是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老刘，我这边有点东西，明天可能会用得上，到时候我发你邮箱，你先帮我存着。什么东西？你那边出事了？没出事，但明天可能会出事，你先帮我存着，万一用得上。老刘沉默了几秒。好，你发过来。郑国良挂了电话，打开邮箱，把那份写了3年的天恒地产在建项目结构安全隐患汇总报告发了过去。邮件的正文只有一句话：老刘，这是我6年的记录，如果明天之后我没有联系你，你就打开看看。发完邮件，他关掉电脑，走到岗亭外面。深秋的夜风很凉，
追得他旧军大衣的下摆猎猎作响。远处的天喜中心已经盖到了380米，塔吊顶端的灯光像一颗星星挂在天幕上。再过2个月，那栋楼就要封顶了。希望你们永远用不上。郑国良看着那栋楼喃喃自语，他不知道的是，这句话他说得太早了。周一早上8点半，天恒地产总部，员工们陆陆续续到岗，有人端着咖啡，有人啃包子，电梯里挤满了人。周敏今天心情不错，裁掉郑国良的流程已经走完了，就等着他在协议上签字。他踩着高跟鞋走进 HR 办公室，让助理打印了最终的离职证明，准备今天派人送去西郊工地。技术部里，梁志远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天喜中心的结构监测系统，一切正常，数据平稳。他松了口气，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但他的手还是有点抖。从周五下午到现在，他一直心神不宁。郑国良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像一个钉子一样扎在他脑子里。明天你们就知道了。他知道自己老师的为人，郑国良不是一个会虚张声势的人。他说会出事，就一定会出事。梁志远放下茶杯，盯着屏幕上的数据，祈祷一切平安。8点50分，技术部的工程师小刘突然喊了一声：“哎，我的系统怎么卡住了？”可能是网络不好，刷新一下。小刘刷新了一下，屏幕上弹出一个窗口，不是数据界面，而是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对话框。对话框上写着：“系统已锁定，请联系主控管理员。”小刘愣住了。什么主控管理员？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了？他试着重新登录，试了3次，全都失败。9点整，技术部所有的电脑同时弹出了同样的对话框，梁志远的电脑也不例外。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滑出去，撞在了墙上。系统怎么回事？为什么全都锁了？他盯着屏幕上的那行字，心脏像是被人攥住了一样。梁总，不是故障，是系统的底层算法被人设置了定时锁。谁设置的？ IT 部门调出了系统日志，看了几秒钟，声音都变了。创建者郑国良。梁志远手里的电话差点掉在地上，他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最坏的情况还是来了。9点15分，天喜中心项目部的电话打到了梁志远的手机上。梁总，我们这边的监测系统全部报警了，风阵数据、应力数据、沉降数据全都显示不出来。按照规定，没有监测数据必须停工。梁志远的声音有些发紧。先别急，我这边在处理。挂了电话，又有3个项目的电话打了进来，内容一模一样。所有在建的超高层项目监测系统全部锁死。按照住建部的规定，超高层建筑施工期间必须实时监测结构安全数据，一旦监测中断，必须立即停工。这意味着天恒地产在全国范围内的6个超高层项目全部要停。梁志远快步走进技术部的办公区，所有人都在打电话，场面一片混乱。南方国际金融中心那边说，业主代表在现场闹，说我们没有监测数据，怀疑我们偷工减料。滨江云顶的项目经理问什么时候能恢复，那边已经开始浇筑了，如果不叫停，出了事谁负责？天心中心的施工方说，他们最多等2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如果还没有数据，他们就自己定停，损失要我们赔。梁志远站在办公区中央，脑子里嗡嗡作响。他拿起了手机，翻到郑国良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迟迟没有按下去。他该说什么？说对不起，说公司错了，说回来帮帮我们。他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把手机放下了。不是不想打，是没有脸打。9点半，消息传到了孙浩那里。孙浩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开部门会议，秘书推门进来，脸色发白。孙总，出事了，所有项目的监测系统全锁了。什么？技术部说是郑国良设置了定时锁，现在所有项目都停工了。这个老东西！他敢搞公司！他拿起电话打给周敏。郑国良的电话呢？马上给我找到！周敏正在 HR 办公室里翻郑国良的人事档案，手忙脚乱的找到了一个手机号码，拨了过去，关机再拨，还是关机。周敏的脸也白了，跑进技术部。他关机了，联系不上。你不是他的学生吗？你联系不上他！孙浩冲进技术部，指着梁志远。梁志远低着头。我已经6年没有跟他联系了。你们技术部是干什么吃的？一个系统
就一个人能控制，你们就没有备用的方案？孙总，这套系统是郑国良当年一手设计的，用的是他自己的专利算法，不是市面上任何现成的系统。我们只能做日常维护，核心代码我们根本没有权限看。那你们就找人破解，花多少钱都行。我们已经联系了国内几家知名的网络安全公司，他们看了日记之后，都说这个系统的加密方式他们没见过。如果要强行破解，至少需要3个月。3个月！孙浩感觉天都要塌了。3个月停工，天恒地产资金链撑不住1个月。10点，消息传到了孙志邦那里。孙志邦正在跟鼎晖资本的代表方远开会，商谈下一轮融资的细节。秘书敲门进来，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孙志邦的脸色瞬间变了，他站起来对方远说：“方总，公司出了点技术故障，我先去处理一下。”什么故障？我跟你一起去看看。2个人快步走进技术部，眼前是一片兵荒马乱，所有人都在打电话，没有人注意到老板来了。孙志邦走到梁志远面前，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梁志远把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从系统锁定到联系不上郑国良，从停工到破解需要3个月。孙志邦听完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郑国良，他这6年在西郊工地都在干什么？没有人回答，因为没有人知道。这6年没有一个人去过西郊工地，没有一个人关心过那个看大门的老头在干什么。他的人事档案呢？拿来我看。周敏连忙跑回 HR 办公室，把郑国良的人事档案翻了出来，抱过来递给孙志邦。孙志邦打开档案，一页一页翻，翻到第3页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那一页上写着郑国良的履历：同济大学结构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徐正清，国内超高层结构安全领域泰斗，曾任华东设计院副总工程师，主持设计华为金融中心328米，明珠环球中心350米，云顶国际中心310米，310米。6年前被天恒地产引进，担任首席结构工程师，负责集团所有超高层项目的结构安全体系设计。孙志邦看着这些字，手开始发抖。他想起6年前是自己亲自拍板引进郑国良的，那时候他看中的就是这份履历。但后来在儿子孙浩的煽动下，在公器的压力下，在资本的诱惑下，他亲手把这个公司最值钱的人推到了西郊工地的门岗上。孙志邦合上档案，闭上眼睛。谁能破解这个系统？破解不了。这套系统用的是郑国良自己的算法，连我都没有完全看懂。那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找到他，求他回来。10点半，孙志邦亲自带着孙浩、梁志远和周敏驱车赶往西郊工地。一路上没有人说话，车里安静的可怕。孙浩坐在后座，脸色铁青，手指不停地敲着车窗。周敏坐在副驾驶，不停地刷新手机上的新闻，脸色越来越白。周敏的声音有些发抖。孙总，股价已经跌了12%了，网上也开始有媒体报道了，标题是天恒地产在建项目全线停工，疑似结构安全问题。孙志邦没有说话，眼睛盯着前方的路。40分钟后，车停在了西郊工地的门口，岗亭的门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赵铁军从保安宿舍出来，看到孙志邦吓了一跳。孙总，您怎么来了？孙志邦没理他，直接走到岗亭门口，敲了敲门，没有人应。他又敲了3下，还是没有人应。梁志远走上前，轻轻推了一下门，门没锁开了。岗亭里空荡荡的，行军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的搪瓷缸子里还有半杯凉透的茶。那张旧工牌躺在桌上，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梁志远拿起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我去钓鱼了，有事打我电话。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孙浩一把抢过纸条，掏出手机拨了过去，关机。他气得把手机摔在桌上。这个老东西故意关机。孙志邦没有说话，他环顾着这间不到6平米的岗亭，看着墙上的结构图纸，看着桌上那台旧笔记本电脑，看着搪瓷缸子旁边那半包皱巴巴的烟。他突然问了一句：他在这里住了6年？住了6年，除了过年没回过家。赵铁军在门口探了探头，小心翼翼地说。孙志邦沉默了。他转过身，看向远处正在建设中的天喜中心。那栋楼是郑国良设计的，
那栋楼的安全是郑国良用6年的时间守住的，而他亲手把这个守门的人赶出了门。孙志邦拿起那张纸条，看着上面的号码，深吸了一口气，去找，就算把这座城市翻过来，也要找到他。孙志邦带着人找了整整1个下午，从西郊找到东郊，从河边找到湖边。我这边有消息了，老郑可能在北郊的清水河。赵铁军跟郑国良认识3年，知道他每个月的第3个周末会去那条河边钓鱼，雷打不动。孙志邦赶到清水河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深秋的太阳开始往西沉，河面上泛着金黄色的光。郑国良坐在河边的马扎上，面前支着3根鱼竿，旁边放着一个旧帆布包，手里捧着一个保温杯，正悠闲地看着河面。他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来了。”孙志邦站在他身后，看着这个曾经被他亲手发配到工地的老头，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郑国良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水，然后说：“孙总，站那么远干什么？过来坐。”孙志邦深吸了一口气，走到郑国良旁边，在河堤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孙浩站在后面，脸色难看。梁志远和周敏也跟了过来，但都不敢靠近。孙志邦开口了，声音有些干涩：“郑工，公司的系统出了问题，想请你帮忙看看。”出了问题？什么问题？所有的监测系统都锁了，项目经理说需要主控密钥才能解开。主控密钥？郑国良像是听到了一个陌生的词，想了想：“哦，你说的是那个啊？”他转过头看着孙志邦，眼神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那个密钥是我的，我为什么要给你？”孙志邦被这句话噎住了。是啊，他为什么要给？这个人在公司干了6年，被他儿子当众羞辱，被他发配到工地看大门，被 HR 当着全公司的面宣布裁员。这个人没有对不起公司，是公司对不起他。孙志邦咬了咬牙：“郑工，以前的事儿是我们不对，我给你道歉。”道歉？孙总，你知道我最难受的不是被调去工地，也不是被你们裁员。郑国良笑了一下。孙志邦问：“那是为什么？”我最难受的是，我写了17份隐患报告，没有1份被你们认真看过。我最难受的是，天行中心核心筒偏位的时候，我发了预警邮件，你们说那是传感器故障。我最难受的是，这6年来，我眼睁睁看着的那些隐患一天一天变大，却什么都做不了。他转过头看着孙志邦的眼睛。你知道天星中心现在的垂直度偏差是多少吗？孙志邦摇了摇头。12毫米，设计允许值是8毫米，现在已经超了50%。照这个速度盖下去，到封顶的时候，偏差会超过20毫米。到时候这栋楼的质心会偏移，风样子下的摆动幅度会比设计值大30%。大风天，住在高层的住户会感觉到楼在晃。孙志邦的脸色变了。他从来不知道这些，也没有人告诉过他这些。梁志远站在后面，低着头，双手攥得紧紧的。他知道这些，但他从来没有向孙志邦汇报过，因为他怕说了之后被孙浩骂，怕说了之后影响工期，怕说了之后得罪人。他怕的东西太多了，多到把自己的良心挤得没地方放。郑国良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孙志邦。这是我6年来的记录，所有的隐患，所有的预警，所有的未处理报告，全在这里面。你看完之后，再决定要不要跟我谈条件。孙志邦接过文件，翻开第1页，那是一份天喜中心核心筒垂直度偏差的详细记录，从80米开始，每10米一测，数据、时间、偏差值清清楚楚，每一页都有郑国良的签名和日期。孙志邦一页一页的翻手，越来越抖。他翻到第17页的时候，停了下来。那一页记录的是孙浩签字强行推进的3栋楼的基础沉降数据，数据用红色标了出来，旁边写着沉降速率超标，建议立即加固，已3次报告未获回复。孙志邦抬起头看着站在远处的孙浩，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对儿子的失望。孙浩被看得浑身不自在，忍不住开口：“爸，那些数据是不是他编的？他一个看大门的，哪来这么多数据？”郑国良没有辩解，只是从帆布包里拿出那台旧笔记本电脑，打开推到了孙志邦面前。屏幕上显示的是实时监测界面，天喜中心的各项数据正在跳动，每一条数据都跟文件上记录的一模一样。
孙总，你可以找人验证这些数据的真实性，但我建议你尽快，因为你每犹豫1分钟，天气中心的应力就再多积累一点。孙志邦合上文件，深吸了一口气。郑工，你说吧，什么条件才能回来？郑国良把鱼竿收起来，慢慢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3件事：第一，全集团公开道歉，说明当年那份17项隐患报告被压下来的真相，还我一个清白。第二，重组技术委员会，今后所有涉及结构安全的技术决策，资本和管理层无权干预，由技术委员会一票否决。第三，我要30%的项目技术股，不是分红权，是投票权。孙志邦还没开口，孙浩已经冲了过来。30%，你疯了！你一个看大门的，凭什么要30%的股份？郑国良看着孙浩，眼神里没有愤怒，甚至没有轻蔑，只有一种看透了世事的平静。孙副总，你觉得我值多少？你1分钱都不值！孙浩的脸涨得通红。你就是个敲诈的！爸，别听他的，我们找人来破解，最多3个月就搞定了。郑国良没有反驳，只是转向孙志邦。孙总，你可以考虑，但我要提醒你一件事。什么事？鼎辉资本的方远，昨天晚上联系了一家海外黑客团队，试图从境外复制我的系统数据。他们已经渗透进了你们的内网，正在做数据镜像。孙志邦猛地转头看向孙浩：“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儿？”孙浩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说：“我不知道，方总没有跟我说过。”郑国良笑了笑，从笔记本电脑上调出一份网络日志，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境外 IP 的访问记录和数据流量。孙总，你们的合作伙伴正在背着你们偷你们的核心数据，你觉得他们真的是来做投资的吗？孙志邦带着人走了，走的时候没有答应郑国良的条件，但也没有拒绝。郑国良知道孙志邦需要时间，不是需要时间考虑，而是需要时间去验证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他重新坐下，把鱼竿甩进河里，继续钓鱼。保温杯里的水已经凉了，他拧开盖子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又盖上了。赵铁军从车上下来，走到他旁边蹲下：“老郑，你真不回去？”郑国良看着鱼漂：“回去干什么？回去继续被人当看大门的。可你刚才说的那些条件，老板能答应吗？30%的股份，那不是要他的命吗？”郑国良笑了笑：“他要是不答应，才是真的要他的命。”赵铁军听不懂，也没有再问。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行吧，我在车上等你，钓完了叫我。”郑国良点点头，继续盯着河面上的鱼漂。太阳完全落下去了，天边只剩下一抹暗红色的光，河面上起了风，鱼漂在水面上轻轻晃动，一直没有沉下去。郑国良不着急，他钓了这么多年的鱼，早就学会了一件事：该上钩的鱼迟早会上钩，不该上钩的，你拉断了鱼竿也拉不上来。孙志邦回到公司已经是晚上7点，他没有回家，也没有去办公室，而是让司机把车停在了公司楼下，自己在车里坐了将近半个小时。然后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老吴，你帮我查一个人。”老吴是孙志邦大学同学，在市住建局当副局长，管的就是工程质量安全这一块。谁？郑国良，以前是天恒的首席结构工程师，后来调去西郊工地了。郑国良，我知道这个人，同济的高材生，徐正清的学生。怎么了？他说我们天息中心的垂直度偏差超标了，还说有几栋楼的基础沉降有问题。我想让你帮我核实一下。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老孙，垂直定偏差这个事儿，我不是专业的，但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谁？住建部技术研究中心的刘总工，他是徐正清的老同事，也是国内超高层结构安全领域的权威。你找他，
他出的报告，没有人敢说不认。孙志邦记下了电话号码，挂了电话之后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拨了过去。电话接通了，那边是一个苍老但很有精神的声音。喂，哪位？刘总工您好，我是天恒地产的孙志邦，徐正清教授的学生郑国良在我们公司工作过，想请您帮忙核实一些技术问题。老刘沉默了几秒钟。郑国良，我知道他，你是想核实他说的那些隐患，是不是真的吧？您怎么知道？因为他昨天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里面是他6年来的全部隐患记录。孙总，我干了40年结构安全，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能把隐患记录做得这么细致。如果他说的那些数据是真的，你们天恒的问题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刘老公，您能过来帮我们看看吗？可以，但我有条件。您说。第一，我去看的时候必须让郑国良在场，我只看他指出的问题。第二，如果我确认隐患存在，你们必须在限期内整改，不能拖延。第三，整改方案必须由独立第三方机构审核，你们公司内部的技术人员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公动员。好，我答应。挂了电话，孙志邦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他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在悬崖边上开车的人，开了很久很久，一直以为路是平的，直到今天有人告诉他，再往前开1米就是万丈深渊。第二天上午，老刘从北京飞了过来，孙志邦亲自去机场接的。路上他把公司的情况大概说了一遍，包括鼎晖资本的入驻，包括方远联系海外黑客的事。孙总，你有没有想过鼎晖资本为什么要投资你们？他们看好我们的项目，看好我们的团队。我跟资本打了20年的交道，他们从来不会因为看好就投80个亿，他们投钱一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比80个亿更大的利益。什么利益？你们的项目，你们的地，你们的核心数据。如果那个叫方远的人真的在偷你们的系统数据，那他想要的根本不是什么投资回报，他想要的是把你们的技术吃干抹净，然后一脚踢开。孙志邦握着方向盘的手青筋暴起。到了公司，老刘没有去会议室，而是直接让梁志远带他去技术部调取天喜中心过去3年的全部监测数据。梁志远把数据调出来，投影到大屏幕上。老刘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的看，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几个数字。看了将近2个小时，他摘掉眼镜，揉了揉眼睛。孙总，郑国良说的没错。天息中心的垂直度偏差确实超标了，而且这个偏差从80米的时候就开始了，一路累积到现在。如果再不矫正，到封顶的时候，这栋楼的结构安全会出大问题。那基础沉降呢？这3栋楼的基础沉降速率都偏大，但还没有到危险的程度。不过按照这个速率发展下去，2年之内必须进行地基加固。如果不加固呢？不均匀沉降会导致上次结构开裂，裂缝会从地下室一直蔓延到地上，到时候修的成本比现在加固要高5倍。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孙浩坐在角落里，脸色铁青，一句话都不敢说。因为那3栋楼的基础施工方案是他当年为了赶工期强行批准的。周敏坐在孙浩旁边，低着头玩手机，假装跟自己没有关系。梁志远站在老刘旁边，双手插在口袋里，大拇指在口袋里不停地来回搓。孙志邦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抬起头看着梁志远。志远，这些数据你之前知道吗？梁志远的身体僵了一下，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梁总工，你是郑国良的学生，你应该别都清楚这些数据的含义。你不说，我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但你应该明白，有些东西比饭碗更重要。我知道，我都知道，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怕说了之后被开除，怕说了之后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怕说了之后连房贷都还不起。我怕的东西太多了，多到我不敢去想那些住在楼里的人。年轻人，
现在知道怕，还来得及。下午2点，孙志邦带着老刘、梁志远、周敏再次赶往西郊工地。这一次，孙浩没有跟来，孙志邦没有叫他，他也没有主动说要来。郑国良还在那个岗亭里，面前泡着一杯新茶，桌上放着一盘没有下完的象棋。赵铁军坐在对面，手里捏着一个棋子，正皱着眉头想下一步怎么走。看到孙志邦的车开过来，老郑，他们又来了。郑国良没有抬头，把赵铁军那个棋子拿起来，放在了一个位置上。走这里，你就赢了。还是你厉害。说完，他识趣地走出了岗亭，把空间留给这些人。孙志邦走进岗亭，这一次他没有站着，而是在郑国良对面的那把折叠椅上坐了下来。郑公，我今天请了一个人来，你先看看他是谁。老刘从孙志邦身后走出来，站在岗亭门口。郑国良抬起头，看到老刘，愣了一下，然后站了起来。老刘，你怎么来了？你昨天给我发了那封邮件，我能不来吗？老刘笑着走进岗亭，跟郑国良握了握手。这是我对天数中心和那3栋楼的初步评估意见，你看看，跟我的判断差不多。所以郑公，你之前说的那些隐患确实是存在的，我承认。现在，我想跟你谈谈你提的那3个条件。郑国良把文件还给老刘，重新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说。第一，公开道歉，可以，我会在全集团的大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道歉。第二，技术委员会的重组也可以，我会给你1票否决权。第三，30%的技术，这个我需要时间，因为涉及到其他股东的利益，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孙总，你是在跟我讨价还价？我不是在讨价还价，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个过渡方案。什么过渡方案？10%的技术股，现在就给，这是我能动用的最大权限。剩下的20%，等公司完成下一轮融资之后，通过增发的方式给你。到时候你的持股比例可能会被稀释，但我会在协议里写明，你的投票权不受稀释影响。孙总，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吗？什么？我最怕的不是你不给股份，我最怕的是你今天答应的好好的，明天就翻脸不认人。这6年来，你们公司答应我的事情没有一件做到过。你说要重视技术，结果把技术部当成本中心。你说要保障安全，结果为了工期连安全红线都敢踩。你说要善待员工，结果连一个干了6年的老员工说裁就裁，还当着全公司的面羞辱。你现在让我怎么相信你？孙志邦被说得哑口无言。老刘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叹了口气。他没有帮孙志邦说话，因为他知道郑国良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岗亭里安静了很长时间，安静到能听见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最后还是孙志邦先开了口：郑公，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信，但我可以用行动证明。怎么证明？我先把公司技术委员会重组的方案定下来，把你的名字写进去，把1票否决权的条款写清楚，然后我签好字儿，盖上公章，送到你手上，你再决定要不要帮我们。好，我等你。孙志邦说到做到。第2天上午，公司法务部就拟好了技术委员会重组方案，孙志邦签字盖公章，派人送到西郊工地。郑国良收到文件的时候，正在岗亭里跟赵铁军下棋。他接过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放在桌上继续下棋。你不看看？看过了。那你不签字？不急。将军，输了。你这人什么事都不急，火烧眉毛了都不急。郑国良笑了笑，拿起文件又看了一遍。这一次他看得很仔细，每一个条款都看了，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放过。看完之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笔，在最后一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帮我送到公司总部，交给孙总。老郑，你真打算回去了？我不回去，我就在这里。在这里？那你签这个有什么用？我人可以不回去，但我的票要回去。赵铁军挠了挠头，没听懂，但也没有再问。他拿着信封走了，临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郑国良已经重新摆好了棋盘，一个人坐在那里，左手跟右手下棋。下午3点，技术委员会重组方案正式生效。郑国良虽然人不在公司，但他的投票权已经生效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梁志远打了一个电话。志远，把所有项目的安全监测数据同步一份到住建部的监管平台。老师，这个需要跟孙总商量吗？技术委员会的决议不需要跟管理层商量，这是我们的权限。可鹏辉资本的方总那边，方远是投资人，不是技术专家，技术决策不需要他的意见。好，我马上去办。挂了电话，梁志远深吸了一口气，走进技术部开始操作。数据同步的过程很顺利，因为郑国良当年设计系统的时候就预留了接入端口，只是从来没有人用。不到半个小时，天恒地产所有超高层项目的结构安全数据开始实时传输到住建部的监管平台。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方远那里。方远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跟孙浩通电话，听到这个消息，脸色一下子变了。梁志远在干什么？谁让他这么做的？是郑国良，技术委员会刚重组，他就下了这个指令。郑国良，他不是在看大门吗？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没回来，但技术委员会的重组方案已经生效了，他有投票权。方远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眼神阴沉。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Speed up the process. We must complete the mirroring before all data is synchronized. 方远说的加快进度，郑国良早就料到了。同步数据的那天晚上，郑国良没有睡觉，他坐在岗亭里，面前3块屏幕同时亮着，一屏是监测数据，一屏是网络流量监控，一屏是一个他专门写的反追踪程序。凌晨2点，网络流量监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异常，有人在用境外 IP 从内部网络大量读取核心算法的历史版本文件，读取的速度很快，明显不是人工操作，而是自动化脚本在批量下载。郑国良放大了那个 IP 地址，追踪它的路由路径。IP 地址从新加坡跳到德国，从德国跳到荷兰，再从荷兰跳到美国，最后消失在一个加密的代理服务器后面。对方的反追踪手段很专业，普通的追查手段根本找不到源头。但郑国良不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6年前他设计这套系统的时候，就已经预想过被人偷数据的可能性。他在系统里埋了一个陷阱，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蜜罐。所谓的蜜罐，在网络安全领域是一种故意暴露给攻击者的伪装系统，表面上看起来跟真的一模一样，但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一旦攻击者进入蜜罐，他们的所有操作都会被记录，所有手法都会被分析，甚至他们的真实身份都有可能被反向追踪。郑国良打开那个蜜罐的控制台，屏幕上弹出一行字：入侵者已进入蜜罐，是否激活反追踪程序？他没有犹豫，按下了确认键。屏幕上开始跳出密密麻麻的代码，那是反追踪程序在分析入侵者的行为模式、代码特征和操作习惯。几分钟后，屏幕上弹出了一条结果：入侵者身份特征匹配中，匹配度 78%， 疑似为境外黑客组织暗影。该组织曾参与多起商业数据窃取案件，攻击手法高度专业化，疑似有外企背景。郑国良看着这行字，后背有些发凉。他原以为方圆找的只是一些普通的黑客，充其量是技术好一点的商业间谍，没想到对方连有外企背景的黑客组织都请来了。这说明方远要的不仅仅是天恒的技术数据，他可能还有其他更大的目的。郑国良拿起手机想给孙志邦打电话，但看了一眼时间，凌晨2点半，又把手机放下了。他重新坐回椅子上，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据，脑子里飞速运转。方远要这些数据到底想干什么？卖给竞争对手，还是另有所图？郑国良想不出答案，但他知道一件事：
对方越是急，越说明他们怕。怕什么？怕数据同步完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偷了。所以郑国良做了一个决定，不阻止他们进入蜜罐，让他们偷。偷得越多，留下的痕迹就越多。留下的痕迹越多，将来清算的时候，证据就越确凿。第二天早上，郑国良把昨晚的情况告诉了老刘。老郑，这件事儿已经超出了技术问题的范畴。我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报警？想过，但现在报警，证据还不够。他们偷的不是假数据吗？是假数据，但他们不知道是假的。只要他们以为偷到了真数据，他们就会继续偷。偷的越多，他们暴露的就越多。等到他们把假数据当成真数据用的时候，就是收网的时候。老郑，你变了。变了吗？我没变，我还是那个看大门的。不，你以前只会埋头搞技术，现在你学会下棋了。下棋？对，跟人下棋，而不是跟混凝土下棋。郑国良没有接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但他没有在意。他喝凉茶喝了6年了，早就习惯了。方远那边一切进展的比预想的还要顺利。他请来的海外团队告诉他，已经成功复制了系统90%的数据，最多再有1天就能完成全量镜像。方远很高兴，他给鼎晖资本香港总部发了一封邮件，说进展顺利，预计1周之内可以完成技术转移。他说的技术转移，就是把偷来的数据交给另一家公司天恒地产最大的竞争对手盛华集团。盛华集团一直想进入超高层建筑市场，但苦于没有核心技术。鼎晖资本表面上投资天恒，实际上是在为盛华集团采集技术数据。这步棋方远从半年前就开始布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他费尽心机偷到的东西全都是假的。郑国良的蜜罐做得太逼真了，逼真到连有外企背景的黑客组织都被骗了过去。那些被复制的数据在表面上跟真的一模一样，数据的格式、命名规则、存储路径全都是真实的，但核心算法被替换了。那些算法在常规工况下算出来的结果跟真算法没有区别，但只要输入极端工况的数据，计算结果就会出现巨大偏差。如果盛华集团照着这些假算法去盖楼，后果不堪设想。方远不知道这些，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在天恒地产彻底站稳脚跟之后把郑国良踢出局。他甚至在考虑等技术转移完成之后，直接撕毁天恒跟郑国良之间的协议，用鼎晖的资本力量强制稀释郑国良的股份。在资本的规则里，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但他忘了一件事，技术有时候比资本更不讲道理。就在方圆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郑国良给老刘打了一个电话。老刘，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你说。如果我说有人在偷天恒的技术数据，而且偷的那些数据可能会被用来盖楼，你觉得这件事应该归谁管？你确定？90%的把握。是方远，是他找的人，但动手的不是他，是一个海外黑客组织。你有证据吗？有，从他们进入密坑的第1秒开始，所有的操作记录我都保存了，包括他们的 IP 地址、操作手法，甚至他们用的代码编辑器版本号，我都有。老郑，这件事你不能一个人扛，我知道，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你想让我怎么做？帮我联系住建部的网络安全部门，这件事光靠我们2个老头搞不定。挂了电话之后，他翻出了住建部网络安全中心的一个号码，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拨了过去。电话接通了，那边是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刘总工，您找我。小陈，我这边有一个情况，可能需要你们介入。什么情况？有人在非法窃取一家地产企业的核心结构安全数据，窃取方疑似有境外背景。刘总工，您确定？我确定。好，我马上向领导汇报。接下来的2天风平浪静，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天恒地产的系统在郑国良的远程维护下正常运行，项目的施工也恢复了。孙志邦在全集团的大会上公开向郑国良道歉，承认当年那份17项隐患报告被压下来的事，承认公司的管理出了问题，
道歉会开了不到20分钟。孙志邦念完道歉信就走了，没有给提问的时间。周敏坐在台下，脸色很难看，因为他知道公开道歉这件事意味着他这个 HR 总监当初的裁员决定是错的。孙浩没有出席道歉会，他请了病假，说是感冒，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感冒，是不敢来。郑国梁没有去现场，他在岗亭里通过赵铁军的手机看了直播。赵铁军把手机举了半天，手都酸了。老郑，你就不感动？感动什么？一个迟到了6年的道歉，有什么好感动的？那你为什么还答应帮他们？郑国梁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岗亭外面，看着远处正在建设中的天喜中心，夕阳把整栋楼染成了金色，看起来很壮观，很漂亮。但郑国梁知道，那栋楼的骨头里有裂缝，迟到的道歉治不好那些裂缝，只有真正的整改才能。而他答应留下来，不是为了那30%的股份，也不是为了那个迟到的道歉，他是为了那些裂缝，他是为了那些住在楼里的人。方远的动作比郑国梁预想的更快。就在孙志邦公开道歉的第2天，方远向天恒地产董事会提交了一份议案。议案的标题很官方，叫关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升资本效率的建议，但内容一点都不官方。方远在议案里提出，天恒地产的技术部门成本过高，效率偏低，建议将技术研发工作外包给一家第三方公司。那家第三方公司叫鼎晖科技，是鼎晖资本的全资子公司。说白了，方远想把天恒的技术团队整个端掉，然后把技术工作全部交给自己的公司来做。这样一来，郑国梁的技术委员会就成了空架子，没有技术团队可以指挥，一票否决权也就失去了意义。孙志邦看到这份议案的时候，气得把杯子摔在了地上。他方远是想架空我们。孙总，如果这个议案通过了，技术部的人都要走，我不签，董事会也不会通过的。孙总，方远的股份虽然只有20%，但他拉拢了另外几个小股东，那几个小股东加起来有15%的股份，加上鼎晖的20%，一共35%。如果方远再拉拢其他人，孙志邦的脸色变了，他没想到方远在短短几个月里，已经在董事会上布了这么多棋子。这件事必须告诉郑国梁。他拿起电话拨了郑国梁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他又拨了一次，这一次通了。郑国，出事了！郑国梁听完孙志邦的讲述，让他通过。什么？让他通过？郑工，你疯了！我没疯，你让他通过。为什么？因为他通过的越快，暴露的就越快。孙志邦听不懂，但他知道郑国梁不是一个会乱说话的人。郑工，你到底在计划什么？孙总，你信我吗？孙志邦沉默了很久，他想说信，但这2个字到了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因为他想起6年前郑国梁拿着那份17项隐患报告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没有信。如果他当时信了，今天就不会是这个局面。郑工，这一次我信你。方远的议案在董事会上以51%的支持率勉强通过，孙志邦投了反对票，但郑国梁的技术委员会投了赞成票。方远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郑国梁投了赞成票，他不是反对技术外包的吗？是的，方总，他投了赞成票。方远皱起了眉头，他不了解郑国梁这个人，但他知道这个人不可能做对自己不利的事。郑国梁投赞成票一定有什么原因，但他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因为在他的认知里，技术就是技术，资本就是资本，技术和资本之间，资本永远是赢家。他不知道有些技术人会把伦理锁在代码里，那些代码平时看起来跟普通代码没什么区别，但在特定条件下，他们会启动，会报警，会把所有见不得光的东西全部暴露在阳光下。方远没有时间多想，因为他急着推进技术转移。议案通过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盛华集团的董事长打了电话。李总，数据镜像完成了，明天就可以交付。好，明天下午，老地方。方远挂了电话，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城市的夜景，他觉得自己赢了，赢得很漂亮。但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郑国梁正在做最后的准备。郑国梁把蜜罐里记录的所有数据打包，存进了3个 U 盘里，一个留给老刘，一个留给孙志邦，一个自己留着。他在每个 U 盘上都贴了一张纸条，
写着同一句话：收网时打开。然后他把那台旧笔记本电脑合上，走到岗亭外面，点了一支烟。夜风很大，烟头在风中忽明忽暗。他抽完那支烟，把烟蒂掐灭在脚底下，转身走回了岗亭。明天会是漫长的一天。